好，大家好，我是印昌奇围棋教育基金会的杨佑嘉，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应试棋桌。好，提到这个棋桌其实这个桌子不是用来好看的最主要是它有它的实用性。那这个实用性就是跟围棋的规则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围棋这个规则有好几种，有中国规则，有日本规则，有韩国规则，还有应试规则。好，那这个规则其实都是为了计算这盘棋的输赢而产生的所以说穿了就是说，不同的规则它有不同的计算方式。那这个计算方式区别到底在哪呢？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好了，就好像我们买房子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买一个多少平米的房子，对不对？那这个多少平米就可以算出你这房子的大小。那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房子的大小呢，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空间的内容，一个就是墙壁就是墙壁，因为所有的房子都是有一个外墙那跟这个围棋计算完全一样，围棋的计算也是一样我们在算输赢的时候呢，中国规则也好，应试规则也好，它是算这个房子整个房子的面积那日本规则跟韩国规则就相反了它是不算这个墙壁的，就是在棋盘上来讲，什么是墙壁的？就是棋子，黑棋这个范围，它包围的范围是由黑棋子作为墙壁包围的这个范围。计算的时候呢，这个日本规则跟韩国规则，它有一个前提，它认为黑棋下一步，白棋也下一步，所以这墙壁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算胜负的时候，干脆就不要算这个墙壁，就算这个里边的空地就好但是中国规则跟这个应试规则就是把这个墙壁跟这个空地一起算。那为什么这个黑棋跟白棋下的这个子数如果都是一样的话，那就可以不用算这个子数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在中国规则，如果会下围棋就懂，有的些情况是，比如说光是白棋可以一直下，黑的不能下那有些情况是相反，是黑的可以多下几手，白的不能下。所以因此这个子数就换句话说，黑棋跟白棋墙壁有些情况是不会相等的那因此呢，这个中国的数子法呢，它算这个面积它就必须把这个棋盘下完以后呢，把这个棋盘把这个棋子把它数一数，看看你这个面积到底是多少颗棋子，然后跟这个整个棋盘的一半来比较，所以它叫做单方数子法所以说，比如说这个棋盘是361个交叉点，那它的一半就是180个半。那么黑棋如果它的棋子的面积是181的话呢，它就比180个半多了半子所以这个中国数子法里面有说黑棋什么半子胜这种半子跑出来好，那这种算面积的这个方式呢，应试规则是基本上理论是完全相同的，它也是计算这个面积。可是呢，它修正的这个数子法里面一个很重大的缺点，就是数子的时候容易犯错因为什么数子的时候容易犯错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棋盘下完的时候这个面积它不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工整的一个面积，它有的时候是不规则的。所以为了要计算这个面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些修整的工作，就把这个不规则的边缘把它修正成方的形状，这样子方便于这个99乘法表什么4×6 5×7这种。因此它必须修整这个边界，在修整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错误那因此这个数子法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当你数子数完以后，这个面积数完以后这个棋盘上的这个棋形都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万一发生了这个计算上的错误的时候这个很难去做一个补救的工作。所以应先生就想到说，这个就很麻烦。我们在正式比赛的时候当然如果是1-2个人比赛那没问题嘛，对不对？有人记谱。可是如果我们是100人的比赛、200人的比赛，那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来记谱所以一旦这个用数子法去计算胜负产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成是一个无可修补的这个状况。所以殷老先生以前跟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很好玩，他很有趣、很风趣的一个人。他就说什么？他就说，比如像我们打麻将。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可不可以少一张牌呢？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个下围棋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这个数子法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在古代是一个比较贫穷的这个国家因为围棋是在社会上玩，是在民间玩，并不是在宫廷里面玩，所以呢，这个老百姓为了要玩乐嘛，
就是比较简朴，比如说用这个纽扣当棋子用这个布当这个棋盘，所以棋子永远是不够的，不会够的。好，所以熟子法这个计算胜负的方法刚刚好可以补救这个问题。好，就是我棋子不够没关系，反正我到时候就把这个棋子留下，把这个空数一数。那这样的棋子就是不够我一样可以算得出来这个胜负。好，可是呢，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就产生以后就我们现在围棋进入到一个竞赛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这对比赛方面来讲非常不方便。所以为了补救这个问题所以应心想后来这个就是苦思半天他有一次有个机会，他突然悟出来了，就是说这熟子法是把棋子拿掉来数这个空，然后再数剩下的棋子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这个棋子是够的，棋子本身就黑棋就180颗，白棋就180颗，那这样子我们把棋子全部填进去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的地跟这180颗全部填进去之后，如果说你的地比180个大的话呢，就一定会有剩下的空格。那另外一方，假设黑棋有空格，那白棋就一定会有棋子填不进去所以就想到一个方法，就可以不用数不用数，就直接把这个棋子放到你的地里边去以后呢，填进去以后呢，就可以知道谁的地比180大，还是谁的地比180小，这就称为填满绩点填满绩点。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计算胜负的方法变得就像打麻将一样，一张牌都不会多，一张牌都不会少呢？我就想到了，如果黑棋跟白棋都是180颗子的话呢，就好像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棋盘一样当我把这个黑棋白棋都排上去以后，除了中间这个点因为这个棋盘是奇数的361个点所以棋盘加棋子跟这个棋盘刚好是棋盘会多一个空格那因此把黑棋白棋排上去之后呢，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假如说这盘棋如果是真的是下出来的结果，我们就知道说这盘棋是一个和棋，对不对？因为黑棋的地跟白棋的地刚好都是一样大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填满法所以很明显的假如说这个棋子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很明显看出来说白棋的这个地就是比黑棋的多一个空那这个空变成是属于白棋的。那相反的，如果是这个空是属于黑棋呢，就黑棋的地就比白棋多一个这就是所谓的填满绩点的这个方法。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在下完棋以后，黑棋把黑的棋子全部填到自己的地里边，白棋把白的这个地全部把棋子排进去。所以当任何一方产生有空格的时候呢，就代表他赢了，对不对？那如果白的地更大一点，举例来说，如果说我把白棋这个空也把它拿掉，变成这样，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白棋的空地是多于一个空的时候，那多的那个部分呢，一定就变成黑的会多一颗子跑出来因为这个空格跟棋子永远是差一个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时候这一颗子就相当于两目的差别两点的差别因为白的多一个空，黑的多一个子，所以这个把对方的棋子或者是自己棋子填到对方的地里去，那个子就相当于是2倍的价值，变成两目或者2点这个就是填满绩点这个它的最根本的这个数学原理就是用固定已知数目的棋子来计算你的这个地它的基本原理跟熟子法完全一样，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必再数了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应长期先生他的这个思路的这个敏锐他是一个银行家，所以他对数字是非常非常敏感非常非常聪明，他就想到了用这个方法，用一个已经知道的数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熟子法的这些缺点好，为了要达成这个计算这个填满绩点这个方法呢，所以一开始其实大家都知道，没有一副中国的围棋是刚好黑棋180，白棋180，没有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就是要设计一个棋罐，或者设计一个桌子，它的这个棋子刚好可以黑棋装180颗，白棋也装180颗，这样的话呢，才避免每一次比赛之前，我都要把刚才这个棋盘把它排满，来确定这棋子对不对这样太困扰所以这个设计棋罐、设计棋桌就变成应老先生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花了大概20多年的时间，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去创作、修正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应试棋桌。
好，但是呢，易先生这个创作棋具的这个念头啊，其实并不是在他举办比赛的时候啊才有的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在上海曾经在银行里做学徒。那么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在上海的一个书店，日本的书店里啊，他看到了日本的这个卖的围棋书，还有那些日本的这些棋盘棋子。大家都知道啊，日本它是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历史的渊源，因为这个围棋啊是在这个宫廷里面比赛的，叫做御城棋。因此呢，日本的棋具啊因为在天皇面前办比赛，这个棋具啊都是用最好的、最顶级的材料做的。所以相较于中国的这个围棋啊，是用什么纽扣做啊，然后棋盘用布做啊，这个根本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易先生在很年少的时候，他就立下了一个志愿，他就说，如果将来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啊，我的经济能够有这个实力的时候啊，我一定要设计让中国的这个围棋的棋具啊，能够不输给这个日本。好，所以他在很年少的时候就曾经立下一个志愿，要来改善这个中国这个棋具。好，所以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棋桌啊，当然它是非常非常精美的。好，但是呢，因为易先生从小在这个家境啊，他父亲是一个校长，可是因为家里啊兄弟姐妹很多，有八个兄弟，所以的家境并不是特别的富裕，所以他们从小就是受到这个家训啊是非常的简朴啊，所以因此易先生在设计这个棋桌的时候啊，他并不像在日本的棋桌，他就是桌子啊，就是棋桌就永远是下棋，他就想到这个桌子啊，不但要能够下棋的时候用，那即使是不下棋的时候啊，也要能作为一个其他的功能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桌子啊，如果我不把它打开的话呢，大家看到的很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一般用的这个桌子。所以我们这个桌子啊，它是平常可以接待客人放在客厅用啊，那需要下棋的时候才可以把它打开变成棋桌。所以易先生这个巧思啊，里面的这个背景啊，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个怎么讲称颂啊。好，大家看，为了要打开这个桌子啊，其实这下边有个拉杆，看到没？拉下这个拉杆之后呢，然后我再推，这个时候呢，旁边的这个圆圈啊才能转出来。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我现在这个拉杆打开以后呢，现在慢慢的就可以把这边的这个圆圈给它卡住。打开两边的转盘之后呢，最后要把这个棋盘显示出来了。那这边呢，我们首先要按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舌头啊，这边有一个扣件儿。然后我这个旋开之后呢，这个棋盘呢就可以这样转过来，然后呢从这边呢扣到另外这边的扣件搭上去，于是乎这个棋桌呢就打开了。好，把棋盘打开以后呢，最后我们就得看看这个棋盒的构造哈。这边这个形状呢，完全是模仿日本的这个棋罐的盖子哈。把它拿到旁边，然后这边呢同样有一个盖子，其实也可以打开来。因为打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啊，这个棋子啊为什么能够180颗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它这边有不同的这个高度的这个洞，那每一个高度的洞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这个棋子。然后呢，这样子会造成这个结果啊，就刚好容纳的棋子就是180颗，一颗也不会多，一颗也不会少。那至于怎么把它拿出来，这个当然也有笑话。以前他这个易先把这棋桌子给别人用的时候，人家说易先这个桌子很好，但是只能拿一颗，再来拿第二颗，我就挖不出来了，怎么办啊？这是笑话了啊！因为这个桌子啊，其实这个棋盒啊是会上下这个升降的哈。升降的方式就是我把它往旁边拖拉，一拖拉了以后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斜坡的关系啊，这个棋盒的斜坡随着这个斜坡的上升啊，这个棋子啊就这个平面啊就会上升。大家可以看这个平面哈，这个平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这边这个平面啊会上升下降啊，平面会上升下降。所以这样子自然而然，这样一拖拉，这个结果就把这个棋子全部给顶到上面来了。好，白棋这边也是一样，它打开以后呢，把这个拖拉到旁边，然后这样拉平以后呢，棋子全部上来了。那最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收回去哈，收回去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往这边平移回去，然后这个棋子呢就会掉回去，但是不完整，对不对？就是你要稍微收一下。这样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盘棋啊，这副棋子啊，用一辈子啊，也不会多一颗，也不会少一颗啊。不像就是我们普通的棋罐，一般用久了以后啊，棋子一定会少。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说贝壳棋子也好，或者是玛瑙棋子也好，你这样的这个经过这个收纳的这个盒子啊，它一辈子也不会少啊。所以这个对收藏也好，对
对于这个计算也好，都是可以非常正确啊，非常好。那也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次比赛下棋啊也好，不管是不是比赛，你就会养成一个收的习惯。好，那么就是应先发明这个应试棋具啊，除了可以达到就是说在计算胜负的时候可以更方便、更正确、更科学的把它这个胜负计算出来之外，另外对于这个保藏这个棋子的数量啊，也可以达到一定的作用。可是这个只是表面的现象，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好，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中国人是非常聪明啊，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可是中国人有最大的不好的东西就是怎么样，习惯不好啊。应先就说这个东西啊，其实跟教育有关。所以围棋啊，就我们这个应试基金会是叫做应昌棋围棋教育基金会。因为围棋固然是可以启迪智慧了，可是智慧本身并不是一个人成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哈。一个人的成功最重要是他的习惯啊，所以从小养成的习惯这是很重要。比如像这个棋具，你在下棋的时候，你把棋具拿出来下完以后，你就把它收回去收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就是一个人做事要有头有尾啊。所以应先生对于围棋的这个推广，他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围棋啊要放在一个正确的定位啊。什么就是说围棋对这个什么东西最好呢？他认为啊，围棋放在这个教育啊是最好。当然，围棋本身是一个竞技，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让围棋对我们的人呐起到最大的帮助的话，应该是把围棋放在教育的这个定位。所以，如果是讲到教育的话呢，这个典章制度、规则啊，这个习惯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下棋要注重礼仪，而不能只是注重胜负？任何一个高手不能只是他的技术啊，这个层次特高，还必须他的人格修为、他的这个思想啊，都要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这时候啊，这个社会啊才能够尊重这个围棋。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理想啊，应先在这个围棋的规则的制定上、围棋棋具的设计上啊、比赛的各种章程制定上面，他都花了很大的心血啊。那他的目的绝对不只是希望中国成为围棋强国如此而已啊，而是希望围棋这个中国老祖先发明的这个东西啊，能够更深深的影响到这个围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深入到民心，深入到文化当中，让他对这个中国啊起到更强国富民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基础上。好，所以今天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棋具哈。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应先生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他的这个思想，能够对我们大家起到一定的更深的这个启发的作用。谢谢大家。